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相信一直有在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去年我参加了一个我们马来西亚东马一个非常盛大的 event， 是 Borneo Safari。那时候我们体验了非常多马来西亚的美，还有 Isuzu D-Max 为我们带来的各种在城市是不可能感受过的体验。那去年其实整个过程非常有感触，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参与 Borneo Safari。结果今年我们非常荣幸又受到了 Isuzu Malaysia 的邀请，我们再次来到了今年第33届的 Borneo Safari 2025。现在我身后这一些怪兽呢，就是去年陪伴我们一起经历整个第32届 Borneo Safari 的 Isuzu D-Max 还有 X-Terrain 版本，也有1900cc 的这个 Single Cab 版本。今年的这个天气跟去年就有很大的差别。我记得去年我们在这个 Flag Off 现场的时候呢，是一个艳阳天可是现在是一个雨天。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天空下着毛毛的细雨，但是完全就是浇不灭这些今年 Borneo Safari 的这些参赛者的热情今年全部车的数量是有647台，没有错的话，而且这个是有报名的情况下有600多台，还有一些是没有报名的，所以可见今年这个第33届的 Borneo Safari 是吸引了，真的是可以讲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参与。那去年的 Borneo Safari 对我来讲是我有拿到人生中的一个新钥匙，它帮我解锁了很多人生中的一些不同的体验，还有一些新的顿悟。那希望这一次2025年的 Borneo Safari 也会得到另外一把新的钥匙。今年的这个 trip我一开始以为会跟去年的 trip 差不多一样，但是第一天我们才刚刚开车几个小时，就已经跟去年有不一样的体验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背景是起大雾的，我的手表没有带来，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我是在海拔多少米的。可是可以 feel 到的就是我好像在一个高海拔地方就是好像Genting Highland这样子，甚至更高的地方。因为我现在体感温度是真的感觉好像我们在一个22度左右的冷气房，然后身边这些就是我们的怪兽。那今年我们的车呢，跟去年一样很有缘分也是蓝色，可是是一个全新的涂装。不过在改装方面呢，就不是大家可能想象中的 engine 有爆改啦，可能为了让它有更耐操的表现，在牙箱方面有做到升级啦等等之类都没有。所以引擎、牙箱，甚至整台车的动力单元，包括它的电板、long shaft， 通通都是原厂 Isuzu 的。所以在画面上你看到的这一些车呢，它只是把整台车 lift up， 换了比较适合越野的 suspension， 轮胎也换上了更加适合极限越野的这一种 MT 轮胎，其他方面都是原装，都是市售款的，都跟你在 Isuzu showroom 上面买得到市售款的 Isuzu D-Max 一模一样。去年就是这个东西有惊讶到我，因为可以用原装的 Isuzu D-Max 在 off-road 里面有非常好的表现，这一点真的是让我很惊讶。
其实之前啊，就是去年我们在参加第32届的 Borneo Safari 的时候呢，第一天、第二天就比较没有这样幸运，没有这样容易来到 campsite， 所以我们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冲凉，也没有的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今天的过程虽然早上有下雨，可是过后我们还算是比较轻松顺利的来到了第一个 campsite。讲轻松顺利也不是特别的轻松，虽然走了一段很长的 on road 马路，然后进到 off road 的时候就要过一个小河流，然后有一个斜坡这样上去，其实对蛮多车都是很有挑战性的，然后再把那个车开上一个斜坡，就是现在的这个 campsite。 Jermaine 啊，我啊 Jeff 啊，我们都已经把我们的这个睡觉的床搭建好了，前面是我们的厨房、茶位跟煮东西吃的地方，所以等下我们晚餐就在这里解决，明天的早餐也是在这里解决啊。等下我们就要去洗个澡、换个衣、吃个晚餐，好好休息。明天会是我们的 second day， 那明天我们再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会有怎么样的一个 Borneo Safari 的体验啦。OK， 现在就是第二天的早晨，现在时间是真的我也不懂时间是几点啊，不过刚刚我是 set 闹钟5点起来。这里的这个日月星辰啊，跟我们西马那边就比较不一样。这边你看，现在这个时间大概6点了，就已经完全亮到完了。如果是我们在西马的话，6点还蛮暗的。今天起了一个大早，比较想要去完成的一些事情还没有完成到啊，就是通常我自己啦，一觉醒来我就会可能去找个地方来 settle 一下，解放一下。不过今天没有什么感觉嘞，没有什么 feeling 啊，所以也就应该是不理了，就直接开始今天的整个过程啦。昨天比较意外的就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double cab 或者 single cab， 可能因为我们载了很多东西嘛，不管是载了人啊，甚至是一些煮东西要用的一些器具或者材料啊，可见这个车它应该是会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以为在上一些比较斜又滑的越野路段的时候应该会很难上，而且 wheelbase 又长，结果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泥又很烂那个路，然后又很滑的路况啊，都还是一样可以穿越，真是很厉害的。甚至有些是直接用一次就穿越过了。更加严峻的路况啊，就是会比昨天晚上我们遇到的那种路况还要来得更加够力的。而且现在这个天色讲真的不是那么的好，大家可能可以在我的这个背景上面看到有点乌云啊，真的是觉得很强。那今天呢，我相信应该会遇到更多，所以如果等一下下雨的话，相信那个路就会很够力。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颠簸啊，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好像小村庄这样子的地方，天空还是一样在下着毛毛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我们 Isuzu Malaysia 这一次不仅是带我们来体验 Borneo Safari 罢了，跟去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年还有来做慈善啊，我们就有载了一些物资啊来到这个村落，把一些日常用品啊、生活用品、一些食物啊捐赠给他们，所以也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的2个队友呢 Jermaine 跟阿 Jeff 就倒了啦，不能了，剩下我一个人。我现在要去帮忙，来把这些物资打包好，然后就是交给这里的负责人这样子。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在这个 Borneo Safari 已经进入了婆罗洲的这个大森林2天了，但是其实啊，第一天就是昨天跟今天都是在 warm up 罢了。那为什么讲 warm up 呢？我给你们看一张地图啊，这个是我们开始的起点，然后我们就走到这边来，是我们 Day 1的扎营的地点。那刚刚我们就去了这个 CSR 嘛，做了这个公益活动啊、善事啊。CSR 过后，我们就一路往这里走，现在我们才要刚刚到 0 km， 就是
0km 的点，那也就是起点。起点过后，我们才会真正进入 Borneo Safari 的这个正菜。这一段路我们会去到 Day 2的扎营点，然后 Day 3、Day 4，看到吗？它们之间的距离在图片上面看是非常的短了。为什么那么短的一个距离，我们要用1天的时间呢？可想而知，就是它很够力 hardcore 啦。现在时间其实我也不知道几点，大概是11点多。我们因为算是很迟来到这个大 camp 的地方了，所以现在来到就有点匆匆忙忙，赶快准备好我们的这个军床啊，就要在这里睡觉了。然后可能你看到我在这个画面上换好衣服，好像整个人很 refresh 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假象，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冲凉啊。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点呢，没有河流，也就是讲没有干净水给我们洗澡。然后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矿泉水，可是我们不可能用矿泉水来清理身体的，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在这里待6天、7天，甚至可能更多天，我们不知道，所以不可能拿饮用水来清洁身体，所以我们就准备了像这样子的 wet tissue 比较大张的，就马身。今天我们整个过程还算是 OK， 虽然是一路上有下毛毛细雨，然后但是路途还算是比较 OK 的，没有到去年的那么 hardcore。因为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搭好 camp， 明天启程过后才是真正的 start 这个 Borneo Safari 的路线，所以明天开始应该就会很够力、很 hardcore 了。希望一切顺顺利利。废话不多说，我们先睡个觉，明天早上继续啊。Justin, Mitch. What is this going on? And then by the third day or fourth day, you accepted reality. Borneo Safari 第3天，你看我的样子已经越来越残了，尤其是我的胡子已经渐渐长出来了。没有错，我跟去年一样，从第1天到这个 Borneo Safari 结束呢，我都不要剃胡子。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不要带我的那个麻烦啊，要带一大堆东西，我们尽量轻量化，把带的东西越带越少啊，越来越轻便。可能明年如果有机会再参加 Borneo Safari 的时候，也许我一个背包就 set 得完全部东西了，因为今年我比去年少东西了。那今天呢，我会从昨天的 Isuzu D-Max X Terrain 3000cc 版本的呢换来今天这一台 Single Cab 的 Isuzu D-Max， 它跟3000cc 的 X Terrain 版本有什么差别呢？没有错，听到一个关键字了，就是它的排量 CC。这一台 Single Cab 版本的 D-Max 呢，它的引擎啊只有1900cc 罢了，柴油涡轮增压引擎。其实，在前面1、2天我已经看到这一台车的表现了，我就对它非常有信心啊。包括去年我也是有驾过一小段路，是用1.9的这个 Single Cab， 所以对于它的引擎动力输出方面，虽然排量小，但是扭矩方面、动力方面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一个重点，这一台是一个6速手排版，真男人就要开手排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启程，进行今天的 Day 3， 真正的进入 Borneo Safari 的这个过程了啦 ，Let's go 啦！OK， 刚刚我们过了几个比较困难的 obstacle 啦，障碍，好像 V 沟啊、烂泥啊。过后现在我们来到了 Borneo Safari 开始的第2个 km， 早上7点半出发，现在时间是1点半，8、9、10、11、12、6个小时了，我们只走了2 km。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等前面的车过掉那一些障碍过后，我们再过。
然后每一台车在过障碍的时候都会花蛮长时间的，所以不是这样简单，而且它是一个 teamwork， 很多情况下我们是要负责去援助一些我们后面的车或者我们前面的车，所以身身汗很累。如果我把帽子脱掉，可以看到我这个头发已经是不能看了。那现在我们是午饭时间，这个是我们的 Chuck Wagon， 就是我们的厨房队伍，早上在准备早餐的时候也顺便把我们的午餐准备好，非常感谢Isuzu Malaysia这一次准备了这个餐盒，真的很好用。我们在Borneo Safari如果可以吃到这样子的东西，真的已经太赞了，我迫不及待啊，就要把今天的午餐干掉。第3个晚上，我们就体验到了之前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包括今天是在一个雨天，搭好我们的帐篷要睡觉，然后我们也尝试了一个之前没有尝试过的，就是雨天走路去河边冲凉。不过今天真的是可以算是一个比较煎熬的一天，因为我们从早上7点多到现在啊，已经很迟了，我也不懂几点了，在这里已经没有时间的那个概念了。我们只走了3公里。你没有听错啊，就是花了1整天的时间，10多个小时，只走了3个 km。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路况太严峻了，然后也没有想到啦，在那么辛苦的路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熬过了。虽然你们现在可能在冷气房、在 office、在家里看着手机，很难体会到这个过程，不过我还是想要把这一些记录下来。你看我的床现在有什么鱼渍 ，Jeff 看得到吗？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啊！不过下了雨过后，可以想象得到那个路况应该会很够力。今年的这一个 Borneo Safari， 我觉得肯定是比去年的来的更加 hardcore。就这样啊 ，Good night， 明天见。OK， 今天是 Borneo Safari 第4天，现在的时间应该是一个早上啦，没有带手表，所以完全没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刚刚吃好早餐，也准备了我们的午餐饭盒，现在是在等接下来的行程。为什么会等接下来的行程呢？因为可能在画面上大家知道的就是一个概念哦，就是一直往前走，往前走是没有错，但是因为是 Borneo Safari 的关系，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现在遇到什么情况，完全是 stuck 着，完全不会动。现在已经是傍晚了，差不多是一个6点左右的时间，天色已经渐渐要暗下来。我们后面的那些 Take On 车队也是卡着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停下来，虽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很无聊，但是我们可以做其他东西，包括放空我们的头脑。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头脑清干净，然后想东西就可以想得更加仔细。包括现在这一刻啦，那很有几率。我们这一次的 Borneo Safari 没有办法像去年那样完成整个过程。这样你问我会沮丧吗？没有 finish， 这样就输了的意思吗？就Isuzu D-Max 就不够强吗？还是我们不够厉害吗？不是，其实是 Borneo Safari 这个东西，它跟一般的 hobby 很不一样。一般的 hobby 好像我们讲赛车赛道，我们有竞速嘛，比赛会有分第1名、第2名、第3名。当我花了很多心思在一台车上改装车、训练自己，然后我跑输的话，我没有拿到我要的一个排名的话，可能我会很沮丧，我会不开心。但是 Borneo Safari 给人的感觉是，你只要参与其中，你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即使你只是过了一个小龙沟，你把你的车开过去，那个就是开心了。今天是在 Borneo Safari 的第5天，我们的车队是 Media Team 啊，是在第2队。第1队是有一些主办方啊，还有一些更加强、更加改到更加够力的一些车去开路的。从那个 walkie-talkie 传回来的话是讲前方有2处土崩，很严重，然后就连那些
怪兽级别的改装车啊都没有办法穿越过去，所以我们就在原地等了一个晚上。虽然讲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啦，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前进，可是很好的就是我们媒体朋友们之间互相 share 了非常多的故事、一些价值观、人生观、消费观之类的。所以其实 Borneo Safari 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去年来了 Borneo Safari 过后，我跟阿邦巴基还有跟我们的Isuzu 的产品专家阿邦 Masri， 我们也是聊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一个人生启蒙老师啊，他们帮我在我的人生中转了一下我的那个钥匙，希望今天前面土崩的路段会清空，然后会继续前进。当然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前进了，可能也许我们需要原路返回的情况下，也不算是一个失败，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体验了很多，已经学习了很多我们在森林以外，我们在 Borneo Safari 外面没有机会去体验的东西。还有一个重点一定要讲，就是我今天早上也是有去解放一下，因为要在 Borneo Safari 解放啊，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吗？可能可以讲是勇气，也可能要讲是一个心理建设要很够。我去年已经有参与过 Borneo Safari， 我已经有体验过在野外解放啊，大解放啊，所以我今天第5天，我已经解放4次了，我觉得我自己很够力了。多巴胺，释放多巴胺了，我们多巴胺。你觉得你释放了多少公斤的多巴胺？公斤吗？应该是至少是86.9公斤哦。姐妹呢？姐妹什么感想？我是809公斤的多巴胺释放出来了。哇，爽啊！我们帅不帅？帅！所以这个画面看起来我是不是整个人很馋？因为我已经超过24个小时没有睡觉了。为什么会超过24个小时没有睡觉呢？各位发现我的衣服还是没有换，但是今天已经是第6天了。因为刚刚我们经历的东西，就是我不久前才刚刚预告讲的，我们的回程返程路是比我们来的时候更加够力，真的是太严峻了。那个路况啊，简直是我只可以讲它已经变成粘土了。那些 Take On 的车呢，因为他们的轮子的 diameter 比较大，一般上都是由38寸起跳，比较 common 的是40寸，甚至有到42寸的。我们的 D-Max 不管是 Single Cab 或者是 Double Cab 呢，都是35寸罢了。对比起40寸的轮胎 diameter 的话，我们的轮子啊足足小了5寸呢，1寸是25.4mm， 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如果那些Take On 的车走过的那些路啊，很有可能很大几率会把这一个我蹲在里面的洞越刨越深。那我们的车在穿越的时候呢，中间啊，不管是 Axle 还是 Lower Arm 都有几率卡到中间这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的车就好像乌龟这样，那个脚不着地。但是我们的车在不改装大轮的情况下，而且保持原有的引擎输出，都可以通过，而且是每一年都有顺利通过，这是要给 Isuzu D-Max 一个赞。接下来我们很有可能就要离开这个森林了，我们不知道下一站是怎样的，但是据说真的就是要结束了。可能你们会问我，这样辛苦，这样肮脏，流这样多汗，流这样多血，我还会不会来？我的答案是我一定会来。好，吃饭了，好。幸福和快乐。
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间，对我来讲其实真的很短。去年的 Borneo Safari 我们也是经历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在看影片的朋友，可能你们会觉得不就是森林咯，不就是车咯，不就是一台 4x4 pickup truck 驾进森林里面这样子罢了。但是其实真正在体验这个过程中，与世隔绝的时候，在一个雨林里面，你只有这一台车可以让你顺利通过一些障碍，你跟这台车就会建立一个好像朋友关系的一个连接。就像我去年讲的，虽然每一台车看起来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变得很烂这样子，好像很肮脏，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蛤蜊，可是其实它身上的那一些泥土、那一些伤痕、那一些印记，都是我们在经历这个 Borneo Safari 的过程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可以算是从 Borneo Safari 这个非常漂亮的雨林里面走出来了，还是会很有感触。尤其是我们在把这个车开离森林的时候，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回头望，看回去那一个陪伴我1个礼拜多的那一个热带雨林。今年的 Borneo Safari 比去年的过程来得更加煎熬，它肯定会在我心里种下更加美好的回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趟完美的旅行，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生，也没有完美的一台车，但是却有最适合你的人生，还有最适合你自己的一台车。那Isuzu D-Max 这台车适不适合你，就要由你们自己去发掘了。今天这一部 Borneo Safari 的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如果你们对Isuzu D-Max 有兴趣的话，真的非常推荐你们大家到Isuzu的陈列室，到Isuzu的 showroom 去体验它，你一定会跟我一样爱上Isuzu D-Max。Adrenaline's my shirt.